明明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凭什么你在枝头做玉兰，我却在脚下勾画你？快点，按住！按住他！你疯了是吧？放开我呢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没事吧？真是一条好狗啊！这么护主，他可随了你的心意，帮你和傅廷浊凑作对。你跟我弟弟又有什么区别呀？你以为事事乖顺、任人摆布就能分得一口肉？别做梦了！在傅家眼里，你胡说什么？只当你是第二个左俊杰，就连你父亲堂堂大儒，到了傅家10来年，也不过是在他嫁妆单子上再添一笔。大哥，拖下去！九小姐，范姑娘，我们还是快回房吧。开火，起来！别走！别走！快把他拖进去！换上！都给我定死了！快走吧！高攀，今天我带了2盆水仙，你见到七少爷，可以送1盆给他。人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你说，墨香方才骂的是左俊杰，还是我？是九小姐太过分。亏的姑娘还为他挡簪子，他连个忙都不帮。他也觉得我不配吧？旁人都骂我是第2个左俊杰，连他也这么觉得。大爷也太刻苦了些，再晚夫人该担心了。无碍，与范先生论到兴头，洋洋洒洒，不吐不快。这怎么有盆花呀？恐怕是没人要的。我倒觉得雅致。草木多以泥土培植，它却长在水中，颇有些清雅逸趣。换个器具，带回去养着吧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干嘛呢你们？回大爷，夫人特地请傅家的人将床挪回了东边。从东挪到西，又从西挪到东，我竟连自己的床铺都做不了主。雅克，你还好吗？你的那盆水仙，我未曾帮你赠与七哥。我祖母的脾气你也知道，她很看重门第规矩。我怕贸然出手会弄巧成拙。你会错意了，庭云。我从未有过这意思。承蒙傅家关照多年。那盆水仙，只是寻常人情赠礼罢了。我从未赠与七少爷一人，更无借花传情之说。范先生，学生有一题，不知当作何解，还请老师赐教。何题？都说百善孝为先，
做儿子的，理当事事听从母亲指教。可假使有一件事，儿子就是想忤逆母亲，是否就是不孝呢？当分具体何事，小事不走挂齿。是婚姻大事。若母亲挑选的媳妇，儿子就是不喜欢呢？雅克，嗯，若是将来我为你挑中的夫婿不得你心意，该作何结？父亲替我选中了谁？为父只是打个比方，是一个学生向我求问。这倒好解。吕后命儿子汉惠帝迎娶自己的外甥女张嫣，此后汉惠帝独宠一宫女，郁郁早逝。汉惠帝并非厌弃那张嫣，只是厌弃其母罢了。难怪，他问的不是姻缘，问的是孝道。唉，这种事就像外人道，也不知是哪家公子。还能有谁？眼下被议亲的，不就那一位？难不成是于公子？庭云取悦了夫人，反倒冷落了公子。先生，不过是我随手培育的，公子不必看得如此仔细。冒犯姑娘了。无妨。本来是给父亲送饭，放下就走。公子也是爱花之人。倒不算是，只是正巧，前些日子捡了一本，也是以此法配制。该不会是我们姑娘的花吧？整个花营用水栽花的，除了我们姑娘，再无二人。公子若是喜欢，便收下，好好养护。姑娘，水仙可是您的闺名。见过夫人，花神节，承蒙夫人垂爱，赠我温润玉镯。雅客无以为报，细细缝制香囊一枚，还望夫人不嫌粗陋。听闻范姑娘擅长园艺，今日请姑娘来，就是想请教一二，这水仙适合养在哪里？水仙。水仙不喜过长日照，盆水要静，否则容易烂根。这盆水的确要静，正如人心要纯。愿姑娘如这水仙，独自芬芳不自美。范姑娘，你认为呢？水仙浇灌，怕是不适合我们余家。姑娘还是带回去好生自己养护吧。我送你的镯子是块好料，姑娘也不用想着回礼。这样的稀罕物件，等你寻来，怕是我儿子都要高中了。是于夫人有眼无珠，识不出小姐在香囊上下的功夫。你说，庭云的簪子调惯了灯芯，却从未变色，而我的簪子却是这样。真金不怕火炼，九小姐用的是金簪吧？对。
银子天生比金子低贱，难怪傅家大奶奶说世道不公。田园生来就是金子，而我是银子。若不通过婚嫁改变出身，都换不来人正眼看我。过几天有场诗会，我与傅太夫人已经约定，让你跟九小姐相看，到时候你就选这首作为魁首，2个魁首凑成一对，不失为一桩美谈。傅九小姐虽好，却并非我意中之人。我与她的婚事，还望母亲三思。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，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。我是为了玉家，也是为了你。你以为家中的女人就是管管家、算算账，就算是得力了？若没有我在官场上交集，哪有你父亲如此平坦的仕途？如今他前途一片光明，我无非是希望你能够同他一样。敢问母亲，若让您在我与父亲的仕途当中选一个，您会选谁？你什么意思？父亲意在入阁，有宰辅之职，可父子不同朝。若父亲身居高位，为了避嫌，一定会将我外放，终身才智不得施展。母亲，您总说我是因为生在余家才有的今天，可儿子刻苦多年才发现，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，只因我生在余家。所以我才要你一定要考上状元。自古就没有状元外派的先例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也一定要你位极人臣，青史留名。可是我考不上这个状元呢？你若考不上这个状元，就让你儿子继续考。你操控我还不够，还想操控我的儿子？像傅太夫人那般，为了孙子、孙女的婚事前程，蝇营狗苟，甚至买座活牌坊放在家中。母亲，像这样的人家，当真要与他结亲吗？为了家族荣耀，奔波疲累，我为何看不上啊？但凡他有个顶用的儿子，也不用如此折腾。男子不顶用，让女子顶门户，真是何其可笑！旁的事情我都可以听您的，但此事关乎我的一生幸福，我必要找一个知心人。既然我已经是余家的当家主母，你的婚姻大事，全由我来做主。即便是你今日恨我，我也不能随了你的愿。我若娶了傅家九小姐，往后这家里不就有2个她了吗？往后余家做主的到底是我，还是她？你就是左俊杰。听说你姐姐被关起来了，也受了些扭打，兴许我可以帮到你姐弟2人。谁？谁在那儿？是我。父亲已经睡下了，于公子有事的话，明日再来吧。我是来找你的。
我想来问一句，你的心意？公子何意？我怎么不懂？你若不懂，便不会告诉我你的归名。懂与不懂又能怎样？九小姐是我的知交，我不能破坏她的姻缘。我今日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了你忤逆母亲。你是否愿意为我舍下与他人的情谊？我不配你为我这样。雅克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便当你是答应了。你放心，我与他的婚事绝不可能做成。雅克，这是你那些所求吗？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即使于夫人主动求娶，父亲又已允婚，我定会好好经营这桩婚姻，绝不辱没父亲。雅克，你瞒得了别人，却瞒不了我。你早知他们母子不和，又何必搅入这桩婚事当中？余家固然势大，可是其大非偶，未来的日子还是你自己过的。我既能促成这桩婚姻，就一定会好好经营。父亲不要像旁人一样小看了我。罢了，只是这傅家，我实在无脸待下去了。为父在永宁府还有间宅子，虽然简薄，却也够你备嫁。你母亲早逝，留你我二人相依为命。为父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也没资格教导你什么。只是雅克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无论未来如何，别后悔今日决定。缘分天定，既是命定，我自顺流而行。父亲，这么多年，你以勤俭持家，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，我很讨厌吃隔夜饭。人如果总是吃剩饭，身上就会有一股抹布的味道。那味道总是提醒我，我自己低人一等。